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一颗夏威夷条纹石斛兰，花已经开了好几个月，马上就要凋谢了。这个就是它开花时的模样。室内的光线不够强，拍出来的颜色比较深。其实它本来的颜色是浅紫色的。花刚刚开完，另外的一个枝干又长出了一个花梗，这样看比较清楚一点。这是一棵秋石斛，秋石斛开花都是从顶端长出花梗的，花瓣的边缘像是被蓟马咬过的痕迹。再来看一下它的根，大部分的根都是长在盆土外面。这个就是它的名签，11月份从兰桂坊团购回来的。发现它有蓟马，加上它大部分的根都外露在外面，所以今天还是马上给它换一下植料吧。收到这颗石斛兰的时候，它是带着花苞的，所以回来之后也没有给它换植料、换盆。我刚才把它泡在水里，这样更容易脱盆吧。这是什么情况呢？里面居然没有根。这种情况就说明了这颗石斛兰不喜欢里面的植料，也不喜欢里面的生长环境。有可能是这些树皮已经开始腐烂，没有什么营养，怪不得差不多所有的根都跑到上面去了。尽量把这些树皮都清理干净。通常根往上面长有2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刚才看见的，里面的植料可能已经开始腐烂。第二个原因就是里面的空间已经长满了根，根没有地方长了，就会往外面发展。因为发现它有蓟马，还是泡一下高锰酸钾消毒杀菌吧。高锰酸钾的分量不需要很多，一丢丢就可以，大概水变了紫色就可以了。泡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，大概10来分钟就好了。把这一片黄叶子都掰掉吧。在它做泡浴的时候，我们来把这个花梗剪掉。秋石斛的花梗没有续花性，开完花就可以把它剪掉了。春石斛一般在它开花的时候都会落叶的。这一棵是秋石斛，所以它在冬天是不会落叶。准备用这个瓦盆把它种植起来，底下面准备放一层陶粒，因为盆子看上去有一点大。种植石斛兰最好是用小一点的盆，根挤在一起，它长得会更好一些。今天准备用的植料是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、树皮，加了一点鹿藻土。今天还准备混合一些缓释肥在植料里。这种肥料就是一般用来种植蔬菜水果的，是15:15，就是长叶子长根的均衡肥。用的分量也不需要很多，大概也就1小勺的分量。
这么多就可以，把它跟植料混合好。在给小羚羊石斛兰换植料的那一个视频，我忘了把这个分量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呢，今天重复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。肥料的用量还是要根据石斛兰的大小来决定。小一点的石斛兰就放几粒就可以了。这个石斛兰已经泡了大概有10分钟了，现在把这些黑的烂的根修剪一下。黑的根已经是没有什么用了，修剪好根之后就直接把它种植起来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 Go Country August 看见这一棵夏威夷条纹石斛兰，当时它那一棵是非常大的，开出了好几百朵花。它的花期非常的长，几乎我每一次去都看见这一棵还在开花，花又非常的美。好不容易等它培育了一棵小苗，但是它要卖75块，当时觉得有一点贵，没舍得买。后来就问兰桂坊的群主，看他能不能帮忙找到这一棵。他居然找到了，而且还是带花苞的，价钱也便宜了一半。我非常的高兴，在这里还需要感谢兰桂坊的群主，找到这么好的花园。所以我现在也懒得自己上网去找兰花，需要什么品种的，就向群主提出要求，他都能找到我想要的兰花。这棵石斛兰的种植方法跟一般的秋石斛种植方法一样，它对光线的要求比较强，对空气湿度的要求也比较高，平均在60%到70%左右。浇水也就是见干见湿，只要植料干了就给它浇水。除了刚才放的均衡肥，平常每个星期还需要给它浇兰花的水溶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等它再开花的时候，再来跟大家分享它美丽的花。